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必须容忍科技失败，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南华早报：中国官员和专家敦促改善研究环境，已成为技术强国。中国正在关注科技的弱点，由于美国越来越多的遏制措施，这些弱点已成为障碍。中国去年启动了一项为期10年的行动计划，以提高基础研究能力，目前正在大力投资研究和创新。然而，长期的研究需要稳定的心态和更长的资金支援，而由于关注短期收益，目前缺乏这种支援。只有给予研究人员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支持，他们才能做出贡献。还需要一个差异化的评估模型，优先考虑知识创新，而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专案，以说明促进技术进步。中国对荷兰说，不会简单地咽下这口气。针对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 中国驻荷兰大使谭健日前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扬言，他不会去猜测中国使出的反制措施，但中国不会简单地咽下这口气。路透社报道，荷兰金融日报 Het Financiële Dagblad 今天刊登了对谭健的采访内容，提到他的上述表态。报道引述谭健说法指出，荷兰政府扩大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技术的限制，将产生不明的后果 unspecified consequences。 谭健又说，美国及其盟友的做法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冲突，破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成长和供应链的稳定。如果荷兰真的这样做，将对中荷的经济合作和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荷兰政府3月初宣布，将进一步限制 ASML 旗下一些半导体设备的出口。除了最先进的技术外，低一档的产品也被禁止出口。报道引述 AMSL 当时表示，这意味着公司将无法在中国销售自家第2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也就是深紫外光 Deep Ultraviolet 系列的曝光机。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3月份维持贷款基准不变。路透社：中国连续第7个月维持基准贷款利率。分析师表示，这一决定受到中国人民银行 PBOC 上周决定减少银行必须留作准备金的现金数量的影响。路透社调查的所有22名受访者都预测，1年期贷款最优惠利率 LPR 将保持在 3.65%， 5年期 LPR 将保持在 4.30%。 利率由18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设定，这些银行每月向中国人民银行发送建议利率，贷款人向其最佳客户收取的水准。中国上一次削减这2个 LPR 是在8月份。5年期利率影响抵押贷款定价，而1年期利率则设定了中国大多数新增和未偿还贷款。中国1至2月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增加，澳大利亚恢复供应。路透社：1月和2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日均量上升至1480万吨，与2022年12月和2022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上升，但物流困难继续限制发货。在西方回避与莫斯科的贸易后，中国转向俄罗斯寻求供应，但自10月以来，有限的交通基础设施阻碍了对中国的出口。海关数据还显示，自1月初取消对煤炭进口的非官方禁令以来，澳大利亚在2月份首次向中国运送煤炭。然而，贸易商表示，鉴于来自更便宜的俄罗斯货物的竞争以及中国国内矿山供应的增加，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恢复不太可能影响中国的煤炭供应结构。1至2月，中国对朝鲜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1倍多。路透社：2023年1月和2月，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同比增长 161.5% 至 3.005亿美元，反映出该国推动工业生产正常化。海关总署透露，砂糖、假发用羊毛、豆油、大米和橡胶轮胎推动了增长。平壤也大幅增加了口罩、温度计和医用手套的采购量。数据报告显示，对朝鲜的出口有所增加，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放松新冠疫情限制有关。然而，朝鲜数据入口网站 NK 的分析师表示，这种飙升可能更具季节性。台湾2月出口订单未达预期，中国拖累较大。路透社：台湾2月份出口订单连续第6个月下降，这次下降 18.3%。这一数位比预期的要差，分析师预计下降 15%。由于该岛的出口订单是全球技术需求的信号，这种下降表明通货膨胀和加息正在减少全球需求。电信和电子产品受此影响最大，分别下跌 20.3% 和 21.9%。
尽管由于上述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全球经济增长目前受到限制，但对新兴技术的需求正在增加。出口下降主要是由于台湾两大市场中国和美国的需求不足。尽管如此，日本还是设法逐年增加出口。总的来说，这一消息表明全球技术下滑与新兴科技品牌的潜在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加纳财政部长前往中国进行债务谈判。路透社，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加纳财政部长肯·奥弗里阿塔 Canaforia 的计划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讨论加纳债务重组的提议。加纳欠中国约17亿美元，并希望讨论如何减少这一比例，以及如何获得额外融资。这些提议是在该国面临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际提出的。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